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85花集體搞大事，趙麗穎唐嫣客串殺瘋了，這波轉型操作絕了。85花們不再固守少女感，而是通過客串角色展現演技深度。趙麗穎的《歲夢仙君》和唐嫣的《曲夢》以極少的戲份引爆話題，不僅刷新觀眾認知，更開闢了轉型新賽道。用精準的角色塑造證明，好演員從不被戲份定義，實力才是破局關鍵。最近追國產劇的有沒有發現一個猛料？以前都是扛大女主劇的85花們，現在居然扎堆去客串了，而且不是隨便露個臉那種，是一出場就直接把熱搜炸了的程度。先看趙麗穎在《逍遙》裡的表現，就幾場戲而已，結果播出後我朋友圈全是刷她的，都說這演技絕了。再看唐嫣在《人之初》裡就特別出演了一下，直接被網友誇演技開掛，說她把角色演活了。最牛的是啥？他們不光給劇帶了超高熱度，自己還賺足了口碑。這哪是客串啊，分明是在偷偷開闢新賽道。以前咱們總覺得客串就是打醬油，走個過場就行，但趙麗穎這次演的《歲夢仙君》完全打破了這個印象。戲份是不多，但人物特別立體，有完整的故事線，而且她那身白衣造型仙氣飄飄的，一眼就記住了。我追完《煙虛鏡》副本的時候，真心捨不得她下線。一開始看她忽悠皇帝抓少女吸精力，還囚禁別人，我心裡還罵呢，這反派也太壞了吧。結果後面知道她的過往，我直接破防了。年輕時為了愛人辛苦集齊崑崙鏡，結果發現是騙局，心裡受了重創才變成墮仙的，最後被逍遙解開執念就消散了。那一刻我才明白，他不是壞，是太苦了。後來才知道，趙麗穎接這戲是因為早年跟導演徐紀周的約定，但不得不說，她跟這個角色太適配了。而且最意外的是，我以為她會是大 boss， 結果半途就下線了，連黑化開大的戲都沒有，就這麼淡淡的人設，她居然演得層次分明。從一開始的狠毒冷血，到後來被感動，再到最後放下執念落淚，每一個情緒轉變都特別自然，看得我跟着揪心。再說說唐嫣，這次在《人之初》裡的表現更絕，演的是個母親角色，就幾場情緒爆發戲，直接衝上熱搜。要知道她以前總被說傻白甜，這次直接把標籤撕得粉碎。她演的曲夢，命也太苦了，一生都被命運推着走，明明心裡渴望自由和美好，結果一步步掉進復仇的深淵，看得我心都揪緊了。少年時被繼父虐待，沒辦法只能離家，出去打工又被侵犯，最後還被反咬一口關進監獄。出獄後本想好好生活，結果被摯友騙進色情場所，只能在權貴之間周旋，偷偷收集他們的豔照和賬本，想扳倒他們。他明明那麼努力想掙脫命運，結果還是成了犧牲品。戀人受不了壓力自殺了，他自己也在復仇前夜被滅口，屍骨居然被藏在城市廣場的獅子雕塑下，想想都覺得窒息。唐嫣把這個角色演得太到位了，台上風情萬種，台下滿是悲情，破碎感和倔強感全出來了。舞台上又野又媚，私下裡卻帶着清純和迷茫，反差感直接拉滿。現在誰還敢說她只能演傻白甜？這演技複雜角色完全能駕馭，以後戲路肯定更寬。其實不光趙麗穎和唐嫣，現在很多85花都在突破自己，不再執着於少女感，而是挑戰更複雜、更真實的角色，讓觀眾看到他們作為演員的更多可能。畢竟85花大多都35加了，轉型是必須面對的問題。總演偶像劇女主，
不光容易讓觀眾看膩，自己也會被戲路困住。現在95後、00後小花又那麼猛，不找點差異化優勢真不行。而他們這些年積累的生活閱歷和表演經驗，就是最大的底氣。這次選擇客串真的是太聰明了，不用消耗太多精力，還能以精取勝，讓觀眾眼前一亮。而且好劇本、好團隊都願意打磨角色，哪怕戲份少也能出彩。說白了，客串就是個轉型試驗田，風險低，回報高，還能接觸到優質資源，既展現了演技突破，又刷新了觀眾對自己的認知，簡直一舉多得。現在觀眾會因為一個演員的客串去期待一部劇，演員也不用扛着整部劇的收視壓力，照樣能證明自己的價值。這哪是85花的轉型成功啊，分明是國產影視越來越成熟的信號。真正的演員從不怕轉型，而是敢於打破標籤，用實力說話。你們覺得趙麗穎和唐嫣這次的客串，誰更讓你驚喜？2. 趙麗穎小城大事素顏封神，巴掌打臉濾鏡演技，暴雨中赤腳踩碎石，徹底撕開娛樂圈遮羞布。網友，這才是女幹部該有的樣子。你說現在有些演員演年代劇就是換身舊衣服的是臉上粉底後的能瓜膩子，眼線飛得比眉毛還高，一笑滿口烤瓷牙白光閃閃，生怕觀眾不知道他們剛從美容院出來。結果呢？趙麗穎在新劇《小城大事》裡直接甩出一張王炸，齊耳短髮糊着泥沙，工裝洗到發白，指甲縫裡全是黑泥，38歲的素顏臉在鏡頭下連細紋都一清二楚。最絕的是，預告片裡她赤腳踩在碎石灘上畫規劃圖，暴雨中抱着水泥袋摔進泥水，膝蓋磕出血口子都不用替身。被村民誇一句，她耳尖通紅捂臉躲開，瞬間從雷厲風行變嬌憨小女人，這反差直接把網友看傻。到底是趙麗穎演李秋萍，還是李秋萍借了趙麗穎的身子還魂？雙引號。為了這個80年代基層女幹部的角色，她提前幾個月扎進浙江龍崗，跟着退休女幹部調解糾紛，學方言，甚至考了會計證。零下5度淋雨拍10小時，腳底被碎石劃破才喊停。黃曉明都說她那股勁兒，像要把命焊在角色裡。雙引號。可偏偏有人唱反調，罵她演幹部太違和。結果農民觀眾直接對回去：你見過哪個幹部指甲縫是乾淨的？他手上的泥比口紅真實。更戲劇的是，同一時間他客串《逍遙》裡的反派仙君，紅瞳黑袍驚豔全網，和土氣女幹部簡直判若兩人。這劇未播先火，預約量破50萬，央視黃金檔排片連加3次。但爭議也來了，有人覺得他演技還在許半夏模式，被配角朱媛媛碾壓。粉絲立刻反駁，預告片連完整台詞都沒有，黑得太早了吧？雙引號。當年龍崗鎮黨委書記陳定模看了趙麗穎的表演，直接點讚，她演活了那股不認命的勁頭。而趙麗穎自己說，演員的保質期不是美貌，是角色。如果我的臉垮了，但觀眾記住許半夏、李秋萍，我就贏了。雙引號。現在娛樂圈還在捲睫毛翹不翹，趙麗穎已經曬出健身照裡的肱二頭肌了。別的女星怕皺紋，她直接把鏡頭對到臉上拍特寫，這波操作，你說是不是狠狠打了濾鏡演技的臉？評論區聊聊，看看大家跟你是不是一個想法。